来，首先为什么这个问题啊，大趋势是空头，为什么不再延续？首先两个逻辑啊，我们还是首先打开月线。从月线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整个有回调的预期的原因是什么？那可能说近2个月它都不可能说进一步的去突破前方的73000多美金的那个高点的具体原因是在4月份这个月的收的是一个大阴 K， 那这个大阴 K 一旦收线以后的话，它就可能说不做日线、周线，然后呢调整。现在日线已经断掉了，就是说日线的多头已经断掉，那可能这种调整的话，可能会进入周线级别的调整。那么现在就有2个逻辑，第一个它是进入调整，直接到周线的调整。那我们还是关注回调的0.382到0.618，也就是37746.98美金到51506.02美金这个区间，那是一个周线调整的一个级别。那第二个的话，以日线级别的一个调整来看的话，那这种就是调整的概率会变小啊，这种调整概率会变小。那也是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重叠区，也就是5万美金附近。那么这个观点呢，在上一次我们就已经讲过啊，在5万美金附近，那是适合去做左侧的一个接多的一种逻辑。那么切换到日线级别的话，目前为止它是有几段空头结构的支撑。那实际上从空头结构的支撑的逻辑上来看，第一段大的一个空头结构，然后以这一段的空头结构，它的理想目标区落在2到2.618，也就是47773，然后这个点，我们都以蓝色的框框来给它标注出来。我们切换一种颜色。那么基于这一段的空头结构应该落在这个点，那么第二段空头结构，那么也就是这一段。那以这一段的一个空头的结构，它的理想目标区应该落在2到2.618，也在这个区域。那这是一个4重重叠区。那作为一个4重重叠区，那么未来到这个地方46000美金，如果真正能给到46000美金，那就毫不犹豫的直接买入，不管是现货还是合约都可以直接去做。那么这是一个非矛盾区，这是最好的一种结果啊！最好的一种结果呢，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回调到买区去重新做月线级别的多头延续。但是这有个但是，那但是由于月线的整个结构的打开，它有没有一种可能说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不回到这些蓝色的框框里面来，直接去延续多头，有没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走复杂调整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它在这儿震荡个1-2个月的时间，就在这做来回的一个震荡，然后重新突破高点，那么去做多头的延续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现在就存在这2种可能性。那么如果你直接回到这个买区非矛盾区的一个买区来，我们觉得非常好做。但现在如果你做复杂的调整，那比特币接下来也是非常难做的。接下来2个月它都比较盘，就盘得很，可以说需要盘2个月时间才会有新的结果。那你说有没有空头延续的可能性呢？有的。那这是我们从第一套 1.0 的交易系统去评判的。那从第二个逻辑，我们以日线级别的看法就是，首先我们认为以日线的波段上涨回调接着涨，那么它的一个真正意义上打开就是打破结构的地方，在这儿形成了一个结构的打破，对吧？形成了一个结构的打破。那形成结构打破的点，那我们需要找到的点在这个点打破结构以后回踩的那个点我认为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点。那我们以 SMC 订单流的角度上去看，大概在52000美金左右这个点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看涨的订单块 OB。
也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 PUA。为什么这样讲啊？它是由于这个点打破的，所以说这是完全脱离行情，然后快速脱离震荡区的一个点。那这个点以下它是一个机构的建仓区，是一个保护区，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第二个，我们以周线级别的逻辑上来看的话，你看周线级别那更好的一个点就落在下方。为什么？因为以周线来看，你看这个点其实是在日线当中它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突破。那离开行情，这儿是有 OB 的，对吧？这儿是有 FVG 的，也有供应加缺口不平衡区。那这个不平衡区被回补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从下方的这个地方来看，那它也是有巨大的一个不平衡区。那从这一段上涨过程当中，它之间的一个距离，那么它目前为止是落在一个溢价区，而下方在48000美金到56166这个区间，它是一个折价区。那折价区我们还要抛除不平衡的供应加缺口的区域，那我认为回补这个供应加缺口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那这是其一。其二，非矛盾区也就会落在这个区域。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从周线的角度上讲和日线的角度上讲，然后它基本上都是快速脱离这个震荡区，真正打破结构的区域也在这个点这根快速实体非常强劲有力的一根 K 线上面打破的是这根 K 线做了实在打破。那打破结构的盘整区的最后一根下跌的阴烛，那我认为这个点就是一个41374.65到43804.5，这就是一个极端的 PUA，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左侧博弈点。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挂43000左右43000到44000，而这和 1.0 的交易系统，这4个蓝色的框框也是一个重叠点。那这两套交易系统它所呈现出来的结果，那么这个点就是一个极佳的一个买点。那以我自己的话，我认为就在43810到42000美金左右，这个地方可以分批次挂单，然后呢，如果真正能够给到，是可以去实现大赚的。因为月线的整个多头结构它是打开的，因为月线它是实体打破。我们在 SMC 订单流当中，说明前里面，我们认为实体打破称之为有效，就是强劲有效。那从月线的角度上来讲，它这是做了结构的打破，那这是出现了结构的破坏，对吧？你看从整个月线角度上去看，上涨回调，你看第一次的第一个点是这儿打破的，这儿打破以后，它再次回落以后，再次形成搭建新的 OB， 填补了不均衡的供应加缺口以后，然后继续去突破了高点，但是这是拿掉上方流动性的一种表现，它没有实体打破，而这边是实体打破。那从月线的角度上看，它仅仅只是一个回调，也是一个供应加缺口的一个回补，对吧？你看3根 K 线，对吧？之间它是月线的供应加缺口，现在回补也就是20%到30%，那么剩余了70%左右没有回补，那这种回补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但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种回补，它会盘得很久，因为是月线嘛。月线的话，可能说会有2到3个月的盘整期，很正常。OK， 那今天就是比特币的一些看法。